2019年年末，一场席卷全球的疫情悄悄酝酿。为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各国逐一锁国封城。仓促间，有人赶回了家人身边，也有人因为各种原因选择留在原地。防疫的高墙切断了感染链，却也阻断了无数人回家的路。轻柔长堤，短短的一条路，但是在上面竟然可以发生这么多的故事，很多的亲情，很多的爱情，很多的乡情。如果没有这条桥的话，我们真的很难去维持两地很多的感情跟生命。新流长堤是全球最繁忙的陆路关卡。疫情爆发前，每一天都有高达35万人在这里来回往返。任岁月流转，这条桥始终默默承载着无数人对生活的憧憬，还有他们梦想的重量。我曾经搭过巴士170。我甚至也骑过电单车过新柔长堤，我的小腿还被烫伤过，因为电单车的排气管很靠近，然后大家像沙丁鱼这样子是挤在一起的。2020年3月18日，新马边境正式封锁，一夕之间，长堤变得萧条冷清。短短的1公里路，竟成了回家最遥远的距离。会不会感觉很奇怪啊？站在这边，然后父母就在另外一边。当然啦，以前觉得很理所当然就能回家了，现在感觉像是很多阻碍啊，想要回个家。孩子呢？孩子在岳父岳母家，也蛮久没有看到他们了。差不多1年2、3个月吧。来自马来西亚的俊福和燕丽夫妇离家到新加坡打拼超过10年了。与他们分隔两地的是3岁和1岁的女儿。自大女儿出生后，夫妻俩就坚持每个星期五搭夜巴回吉隆坡看孩子，星期天再赶车回新加坡，整整2年风雨无阻。来回要10多个小时，这样子会累吗？觉得值得吗？值得啊，因为要看孩子嘛。都是为了孩子嘛，所以就是多远多久都是值得。一个孩子嘛，所以你也要尽量一直出现在他身边，给他知道妈咪爸爸还在，只是出去做工而已，可是一定会回来。猝不及防的封锁措施，令两地的通勤族陷入了两难。他们几乎得在一夜之间就决定要离开或留下。很多人甚至来不及与至亲的人好好道别。哇，我觉得发生疫情的时候，新柔长堤塞满人的那个情景，对我来说是世纪大场面。那条桥承载着的是多么多人的体重跟重量，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可是它又是这么的实实在在。疫情爆发以后，
夫妻俩还没适应骨肉分离，事业却又遭受冲击。当时，艳丽还怀着第2胎。我从来没有想到，就是一个孕妇也会有经历到裁员的一个阶段呐。我不完全怪公司，可是会想为什么咯？这一直在为老公而想，就是可能负担会比较重啊，在他身上。我本身是在酒店做工的，所以影响是很大一下，因为我们酒店业疫情就没有旅客嘛。之前我们还每天都有的加班，疫情了之后就完全没有加班。一边薪水锐减，一边却得负担父母和女儿的开销。2人挣扎许久，最终决定让艳丽回吉隆坡待产，俊福则留下来赚钱养家。为了节省开销，俊福还搬去和朋友合租房子。因为疫情，很多东西需要做心理的调整，不然你会活得很辛苦。身为一个男人，一定要好好照顾这个家。找了那么久的话，其实也发觉到，就是找到唯一一张我们是一家4口一起拍的照片。是多久以前拍的1年前。 ？1年前。姐姐看到妹妹了吗？对。那个时候你是特地请假去吉隆坡陪太太生产。对，那时候算是蛮麻烦的，过关卡那些都需要很多文件，稍微有漏的话，他就不让你过了，所以我也是很担心。你回来还需要隔离吧？需要隔离7天，在酒店。生孩子真的不是开玩笑的，所以说可以回的话，我们尽量。眼睛像你。就是眼睛比较圆。小女儿出世后，艳丽想回到新加坡工作，却因为疫情反复而波折重重。去年10月，相隔17个月后，她再次回到新加坡和俊福并肩作战，但小2口的日常里，始终少了孩子的嬉闹声。有这个 CCTV 也是挺好的，有时候我们可以就是静悄悄那样子关注他们，因为每一秒每1分钟都是一个成长。有时候你就看到，哎，他们做这个从来没有见过。Hi, baby. Mommy, now where are you at? Mommy is still in Singapore. Hello, 一位。Can you say 爸爸我想你？哦。Can you say 爸爸我想你？我想你啊。我想你，你看爸爸有多开心，你看爸爸几开心。Yes。所以平时都是妹妹接电话。啊，没有，都是我妈妈。可是他会接电话，他会接。那你妈妈就有时候如果妈妈不得空，她听话的话，她会拿。我觉得俊福比较内向，比较害羞，是一个需要多一点时间才会打开话匣子的人。我在想象，如果他的2个女儿一直都在他的身边，然后哪天爸爸下班之后回到家，如果女儿都很热烈的跑到门口去迎接爸爸，那他们的谈话时间有没有可能就会拉长，或者是内容更丰富、更多一点？哎，不见了，不见掉了，跑掉了。哦，爸爸看不到你了哦。因为小孩子是坐不定的，尤其是小的。是不是因为对着手机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对真人不一样。可能。Yes, darling. I want to watch iPad. Oh, I see. 我不是在这个年代里头成长，所以我没有办法想象怎么记得我跟我父母亲的接触跟认识是通过一个电脑荧光屏。立体的话，我可以触碰到他们，我可以拥抱到他们，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大的差別。啊，OK 啊，那快我冚啦嚇。
OK， 拜拜。阿爸陪这位小孩画个在一转眼，襁褓中的小女儿已经是个活泼的小女孩，逐渐懂事的大女儿对父母的缺席也开始充满问号。小孩子有一个岁数是我们父母亲陪伴他的黄金时段，如果过了那个岁数的话，怕他们疏远我们了。改天必须做一个选择啦，不可能一直保持这样，我觉得很不健康啊，对孩子对我都觉得很不健康。一直到今天，长堤依然不复当初的繁华景象。桥下，海水平静如溪，但桥的两端又有多少离散的故事正在发生呢？以为是14天过后就可以回去看女儿了，后来就越拖越长了。疫情把这对马来西亚夫妻俊福和艳丽滞留在新加坡工作，也拆散了他们的家。但在对岸，滞留在马来西亚的新加坡人曹爱玲，反而意外收获了一个家。20几年，我住了差不多，连马来西亚就是第9个国家，我累了，不想搬。那么加上又遇到 Brian 这样，好的男子，我也想落地生根。我老婆的性格跟我真的是成天大的不一样。在事业上方面呢，她很强势的展现她的魅力。Brian 是一个不多说话的人，但是做得出事情的人。他给了我一些我没想过会在一个男人身上得到的。他的默默其实是一种很稳重的行为。两人的缘起源自4年前，艾琳被公司派驻到吉隆坡开拓市场。因为工作，艾琳26岁就开始周游列国，去过55个国家，也在很多城市居住过。离开新加坡快30年，没想到因为疫情，艾琳得以结束多年的漂泊，反而在离家不远的马来西亚找到了归属，也有了一个真正的家。我在这个家园花了很多心思，是因为我在外地去了好多个国家，也看到人家怎么过他们的生活，也从那一边我也体会到我需要什么。一个家对我来说要觉得舒服，还有能够容纳自己。在艾琳拍摄期间，西马两地的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还没开通，无法和她见面，我们唯有视讯连线。Hello， 艾琳吗？嗨，你好，我是君伟，从新加坡打给你。在马来西亚2年，你还习惯吗？Honestly, Malaysia is a great place to be. People here are extremely warm. They simply say, "Oh, 你带不够钱了，不用啦，你吃了先，吃饱了肚子先，有缘你再回来还我这笔钱吧." So these are how the people are very, very kampung style. 艾琳个性热情开朗，不管走到哪里，总是轻易的就和别人打成一片。我觉得其实蛮有趣的，你跟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都很容易交朋友，他们会不会跟你的家人形容你的方式很不一样？我家人跟我很不一样，我的爸爸是比较内向，我的妈妈是比较家庭主妇。我们的家庭那时候根本就不是一个富有的家庭。如果我爸爸拿到薪水呀，就是1个月吃一次沙爹，1个月吃一次这个，1个月就吃个McDonald，哇，我就是特别的开心哦。小时候呢，我喜欢坐在爸爸的肩膀上，
我还记得那个鱼圆是特别的大，那时候新加坡的鱼圆是特别的大，就拿着一串鱼圆，就是一个大大的鱼圆在那边吃的。聊起童年回忆，艾琳的眼睛里闪烁着幸福的光芒，但成年后的她却和家人失和了。即使事隔多年，她心中的那道疮疤却还是隐隐作痛。家人是说，女孩子不需要读这样多书，也不需要做这样多事，嫁人就算了。我弟弟做什么都对的，反而有什么事都是从我这边过来，就是一直被鞭打的滋味不好受啊。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为什么我要留在家里呢？That night, my father was drunk. He threw all my clothes, everything down the, the HDB at the time, the rubbish chute. I felt I do not want to be like them. I just went up without looking back with a little small bag of clothes. 那一天，才17岁的艾琳，带上她仅有的200块钱，就转身离开。那是她自力更生的开始。她特别努力，也渐渐受到器重。虽然偶尔还有联系家人，但由于长期派驻海外，艾琳最终和他们渐行渐远。10年前，她突然发现，父母搬离了老家，弟弟也完全断了音讯。最后我拿到我爸爸的 address， 从那一天我就发觉我妈妈中了 stroke， a very serious stroke. So from there, from Switzerland, I decided to move to Singapore for a while. And every week I go to the hospital. She couldn't speak, but she can sing. But she recognized me. Yeah, my father is still never forgive me. 你越疼爱的人，当你感觉他如果是离你而去，背弃了你，你更加感觉到那种痛。其实妇女当初可能都因为一次错误的决定，而促成这么多年下来的心结。艾琳陪伴了妈妈3年。有一次，她出国公干，不巧妈妈病危离世，爸爸却没有通知她。这件事在她心中狠狠地划下了一刀，但艾琳还是试着靠近爸爸，只是爸爸却一再地把她推开。I want to contact my father to see how I can look after him. Even to today, I call home. 打嚟做咩啊？冇事冇打嚟啊！他可能觉得我不孝，就是这样一离开就离开了。为什么我这个女儿所做的一切都不好，不够？30几年来，两父女始终找不到通往彼此内心的那道桥。疫情当下，艾琳终究放不下独居的老父。在一切还来得及以前，他们能跨越这道无形的鸿沟吗？一场疫情困住了许多经常往返新马两地的两栖人，回家第一次变得不再理所当然。即使科技发达，亲人就近在眼前，但伸出手触摸到的却只有冰冷的荧幕。Mommy is still in Singapore. 哦，不睬人，不见这了，跑这了。I know.
我看到艳丽跟俊福的小孩的情况的时候，其实我想到我自己。我小的时候其实是寄养在马来人家庭里头，只有在周末的时候才会见到我父母。每次我父母要把我接回家的时候，我都躲到桌子底下，然后抱着那个桌角不放，然后在那边哭闹说：“我不要走，我不要走。”这样子。后来我爸爸也曾经在一次我们意见不合的时候，他就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以前没有把你带在身边，所以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感觉就比较不亲？”那句话其实对我的影响蛮深的。And this is a magic carpet. magic carpet. And this 俊福和艳丽的2个女儿在吉隆坡，由外公外婆照顾。两老60几岁，虽然身体依然健壮，但要顾店做生意，又要照看2个年幼的孙子，日子还是过得相当费力。安迪，你一个人抱2个孙女，抱得很开心，也抱得很紧。照顾孙女累不累？辛不辛苦？有点啦。照顾2个当然会哦。我觉得阿嬷跟阿公可以看到2个孙女成长的过程，让他们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是啊。Nowadays, young children tends to learn faster than, Okay, come. Okay, 来。 Even right now, they look like quite a handful. They can't sit still. Okay, 阿媽可以，阿媽可以。 yeah. Okay, 給阿媽 kiss first. Not yet. 給阿媽 kiss. 小孩子大了嘛，就会有他们自己的一种性格，在他们的成长中要教他们，就我觉得是一种挑战性啦。艳丽的大女儿已经越来越懂事了。当初艳丽因为回吉隆坡待产，多了很多时间陪伴女儿。You don't look at me sing. 那段日子，孩子与她变得更亲密，但也因为这样，离开就变得更揪心。看到我已经有在他身边有整年了，突然间妈咪就离开了，然后就好像过了那么久都还没有回来那一种，所以刚出来的时候他都经常会问到，就是妈咪你几时回来啊什么之类的，就有他可能懂。好可爱。这个不错耶，这个。因为对孩子亏欠，日常生活里，俊福和艳丽总是想着要以各种方式去补偿他们。哇，这个玛莎 set， 哇，这个他超喜欢诶！这个我真的是有点想要买，我可以买多一个礼物回去吗？喜欢。也不会贵的，其实。俊福和艳丽已经无法再承受与孩子分离的煎熬，也不想再隔空看着孩子长大。在难以平衡的天秤两端，俊福的心中似乎有了答案。我是考虑了很久，我就说，陪伴也许比金钱还重要吧。老是这样不是办法，往两边跑。我在这边毕竟也10年，这边的治安我觉得也很好，对小孩子来说我也很放心，所以我就说，倒不如我们就在这边落地生根好了，为了向往中的生活，夫妻俩在开支上一直很精打细算。去年11月底，他们终于迎来了新马开通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的好消息。但归心似箭的两人始终不敢轻举妄动。200多块啦。一个人，这个是一个人啊，一个人要600多来回。因为疫情，回家变得举步艰难。
在漫长的等待中，小孩长大了，父母也早已在不经意间两鬓斑白。有人到这条路了，要到，一转就到。身处马来西亚的艾琳和奎简，因为国内实施的禁止跨州令，也已经1年半没有回乡探望奎简的父亲了。今天终于迎来了开放的日子，他们马上把握机会回家一趟。很像教我。来了来了，这个你去拿上，最少40几楼啊，拿不起的。啊，满身大汗。在这里，艾琳看到了家翁传统而含蓄的父爱。年轻时，她身兼多职，凌晨起床割胶，结束后再到政府部门上班，辛苦地把4个孩子拉拔长大。我没有。哦，有啊，有教啊，有教啊。教是我个是哪个？而今卸下养育孩子的重担，这份从没说出口的爱，又化成了满桌的食物。这个家总是充满喧闹和欢笑，和艾琳原来的家很不一样。她感受到了久违的天伦之乐。回想起2年前第一次到他们家拜年的场景，他的心情依然很激动。我听他们所说的，就是每年都是爸爸下厨，做得好辛苦。那么那一次呢，我就亲自下厨，他爸爸真的是笑到见牙不见眼的那种。除夕夜呢，也是 Brian 爸爸的他的生日，我就买了一个那个过年的那种新年的，你们叫节。就是长寿的意思，也是挂在客厅到现在，所以他老人家对我们蛮有心的。我一来到这个家，我第一样东西我就很温馨的感觉，就有个大哥，有个二哥，有个大姐，有个一半的爸爸，就是我家公。对，要喝多一杯吗？有欺负拿，来，他的眼睛会亮吗？来。这个是我要的一个家庭，我没得到，现在我得到了。曾经，艾琳以为自己是个没有家的人，是丈夫一家给了她向往多年的亲情。只是内心深处的缺口，让她依然渴望和爸爸重修旧好。她想把遗失的那个家再找回来。Honestly, I do worry about my father every day, every now and then. You know, to be able to sit with their parents, I miss that. I miss that when I'm 17 years old. I am his next of kin. I'm his family. He's the only bloodline I have now. 我是想，如果节目组能够帮我联络到我爸爸，帮我把这个礼物献给他，这个是我一个很大的期望，也终于实现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艰难，但是很重要的任务。对你来说是一个很艰难，对我来说是一个break the ice step. Can you transfer all your positive energy from Malaysia to me? Yes, thank you. Yes. 我觉得这次的任务难度在于我不认识艾琳的爸爸，然后不清楚他的个性是怎么样的。万一有什么行差踏错的话，会影响父女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的关系本来就不是这么好的话，会不会造成更大的误会？Hello， 安哥，是曹先生吗？
做你係咪姓曹㗎？ Hello， 艾琳吗？嗨。这一集的《当我们不在一起》，我认识了身在马来西亚却一心想着和新加坡的爸爸修复关系的艾琳。Honestly, I do worry about my father every day. 这一边则有因为工作滞留本地的马来西亚夫妇俊福和艳丽，他们已经和孩子分开很久。 尤其是俊福，找了那么久的话，就是找到唯一一张我们是一家4口一起拍的照片。即使相爱的伴就在身旁，但对夫妻俩来说，少了2个女儿，这个家就只剩下一半。你看，我一直就注意到他坐在你旁边，手一直这样想抓，然后因为我在这边，他又不好意思这样子。所以我看到俊福其实很疼爱他的 妻子，我希望他们的2个女儿也可以看到父母亲手拉着手这个画面。我觉得那会是在他们的童年记忆里头很珍贵的一个画面。嗨，有人到了，在哪里？在哪里？ 孩子不在视线中成长，身为人母的艳丽简直度日如年。才返回新加坡工作2个月，一听到新马疫苗接种者旅游通道开启了，即使一票难求，他还是一早就守在电脑前抢票。 虽然这一次艳丽还是没能把孩子的爸爸带回家，但她带回来了一个好消息：爸爸获得了新加坡公民权，很快他们就可以一家团聚了。 Okay, this is for you, and this is yours. You share like that. Wow! What is this? 不管是2个月还是1个礼拜，也是一个成长时期。 Hello? Yes. 因为可能这段时间小的才1岁，所以还有很多是第一次的，你也错过了，你不在那边看到。 Sharing is caring. I got you this. Can you please let Mimi hold the spoon? Just the spoon. But Just I don't have anything to feed. It's okay. You can give injection first. Okay, Mimi feed. Come. Now you can feed this. 虽然在存钱，可是我也知道，我回的这一次，我也答应不了孩子，我几时才能回去？钱是赚不完的，花了就再勤劳的存回来吧。今天我找来了单独留下的俊福，希望给他一个惊喜。 一直先不让你看，你可不可以先站在这里？好，然后我看一下你脸上的光。现在请见证奇迹的时候。我想让暂时无法回家的俊福和艳丽及2个孩子隔空团聚。往右边挪一点点，一点点而已。呀 ，OK， 好，我听。好，放轻松。我觉得这个疫情逼着很多香港两地的家人没有办法在一起，拍全家福肯定是更难得的一件事情。刚开始我也在想，会不会有点不够真实？你一直没有看到你后面的影像是什么，对不对？对对对。OK， 你先不要转身啊。
后来看到俊福对着影像有反应，我就意识到他有他很神奇的效果。不错啊。俊福是这么内敛、这么害羞的一个人，他竟然会在没有任何人指导的情况底下，伸出手，然后去摸摸小女儿的头，然后逗一逗小女儿，然后去搓一搓小女儿的胖胖的手臂。我觉得那是一种很自然的流露，一种他表达情感跟父爱的方式。你刚才看着那个影像的时候，几乎就像女儿就在你的眼前，就在你身旁。你当时候的感受是怎么样？感动哦，然后很想念哦。想念什么呢？想念他们，想抱抱他们啊。这很久没有抱他们了，有15个月了，现在他都会走路了，会爬会走了。爸爸希望带你们来新加坡，然后我们一家人团聚。爸爸希望你们也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长大。这蛮真的。这是另外一个。好，你喜欢哪一张？都喜欢。爸爸是一个男人最温柔的名字。虽然俊福一直是个缺席的父亲，但他的父爱如山，早就超越距离。年少离家的艾琳，几十年后再回望故乡，最令她不舍的，依然是年迈的爸爸。她想要和爸爸分享自己的幸福，于是借助了节目组，踏出了第一步。相册里头的每张照片都是艾琳亲自编排的。这里头的每个物品也都是艾琳亲自挑选，借着我们有个机会向爸爸表示敬意，因为如果是他自己亲自送上门的话，他爸爸还很可能会拒绝他。我很清楚我是一个外人，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以一个关心长辈的人去接近曹爸爸的话，我不知道行不行得通。Hello， 王哥，是曹先生吗？是不是姓曹？刚开始的时候，曹爸爸的声音很大声，然后他就往我的方向喊，脸上也开始出现那种很烦躁的表情。你係咪姓曹啊？曹操你係咪姓曹㗎？我一摘下口罩，给他一个微笑的时候，我发現曹爸爸就軟化了。都話啱你係咪姓曹㗎？係咪廣東人嚟㗎？廣東話啫。你講廣東話啊？我覺得要走進一個人的心房，你說他熟悉的語言是很重要的。咁係送禮送個禮物俾你。一番溝通之後，節目組終於得到了曹爸爸的同意，可以進屋拍攝。不客氣，不客氣。隻眼又朦，耳又聾啊！多幾日啦，83喎，係咪？即係我真人嚟揾你好過打電話咁咯。打電話我哋一時啲聽唔真㗎，依家講啲唔真啊，唔好講打電話。曹爸爸因為聽力不佳，所以比較容易煩躁。還好有一位親切的鄰居阿姨在場幫忙緩和氣氛，好不容易她才弄明白了我們的來意。我依家係我個女叫我哋送呢個禮物俾你。咁樣啊！你個女特登叫我送俾你嘅。咩嚟啊？呢個係佢結婚嘅相。嗱，你睇下。呢度開，咁開。認唔認得你女啊？認
㗎。呢幾年有冇聯絡啊？冇啦，佢又打電話俾我，我一時哎呀又冇咩聽得真，我講算數啦咁樣。哦，咁你會唔會掛住佢啊？我話一個仔一個女，我哋做老豆嘅，梗係掛啦，係咪啊？我跟曹爸爸聊了之后，才意识到他耳背听觉不太好，所以听电话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听得太清楚艾琳想要跟他说的话。艾琳听在耳里，反而会觉得哦，是因为爸爸还生我的气。我觉得这里頭有很多的誤會，正是科技造成的，正是這個距離造成的。你之前唔識用新嘅手機啊嘛，咁今日我喺度，我就陪住你一齊用我嘅手機，然之後咧你就可以聽到佢嘅聲，又睇到佢嘅樣嚇。Hi, okay, I've knocked on the door, and the door was open for me. Say hello to your father. 肥咗啊！肥咗啊！係啊，我肥咗，你都肥咗啊！我老啦，阿爸爸老啦。我知道就係揾你咯，就係你，我知道你老咗揾你。係啦。想照顧下你。你而家好冇？好咯，想念你咯，好想念你咯。我想辦法開過嚟。当年离家时带走的相簿，是艾琳仅有的和家人有关的物品。遗憾的是，里头父女俩的合影一张都没有。1、2、3要笑喎，好嗎？这段父女关系已经有太多的遗憾。为两人拍一张隔空的合照，至少是我和马来西亚摄制队能够为他们创造的一次圆满。下一个是你走进来，然后坐下来，过一点点，再像爸爸的有那条线，好的 ，OK， 在右边一点点，OK，good， 我很 surprise 的时候是他们打电话说你爸爸在家，还接受了俊伟的访问。我说是吗？一打开就看到我爸爸，我爸爸就笑了。肥咗啊！我老啦。很難得他帶這個笑臉。你唔嬲佢咯？啊？你仲嬲唔嬲佢啊？唔嬲佢啦？冇啦，冇嬲啦依家。如果嬲我唔同佢講説話咯，嬲。你會唔會希望啊愛玲多啲喺你身邊？我希望啊。我非常相信曹爸爸，还是有一些介意，有一些生气，可是，在我们相处的那1-2个小时里头，他慢慢消起。我反而看到，曹爸爸温柔的一面。你係咪好硬啊你？係咪？你而家笑出嚟啦！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有这个机会能够见回我爸爸，我也相信能够有多少时间都好，去把握着。来了。那么希望从那边开始，接下来的几年能够再重新认识我爸爸。在病毒面前，原本衔接两岸的桥突然变成了阻隔，近在咫尺的一家人也只能隔空相望。然而，只要心与心之间的那座桥还在，即使不在一起，也能团圆。当我们不再
OK， 你先站着。偏轻呢？有啊，没有啊？是不是疼大女儿比较多一点？刚那边拍了一张吗？这边也要拍，要平衡平衡。有点感动啊！没有啊？不感动啊？有啦。